the Britannia, India, like that the Britannia. 五条悟彻底杀疯了，仅凭强大的气势就将特级咒灵花玉挤成了渣渣。只因花玉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，五条悟就认定对方在挑衅自己，于是正处气头上的五条悟直接放言，要拿这个头上顶着杂草的家伙先开刀。还不等漏狐两人反应过来，下一秒五条悟就来到了二人的身边。见状，两人联手对五条悟发起攻击，可五条悟却是直接抓住漏狐的手臂。漏狐瞬间意识到不妙，下一秒五条悟竟硬生生的将漏狐的胳膊给扯下来。见状，花玉还想趁机偷袭，可结果却被五条悟一脚踢飞了数百米之远。没想到五条悟除了术士强，就连体术也是如此变态。此时五条悟追着漏狐就是一顿暴打。花玉意识到了五条悟一开始的话只是吓唬自己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解除了领域延展，想要用术士将五条悟彻底诛杀。但五条悟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漏狐见状还想阻止花玉解除领域，可以为时已晚。下一秒五条悟直接出现在了花玉的头上。ここ弱いんだって。事实正如五条悟所料，生得术士和领域延展无法同时施展。就在这时，杖相发动血线操术掩护花玉撤离，可五条悟完全不予理会。同时，花玉和漏狐再次发动领域延展，想要以此来破除五条悟无下限的压制。然而五条悟却是好心的提醒道，这样只会加快你们作死的速度。下一刻，五条悟面露和善的微笑向着花玉走去，强大的压迫感将花玉死死地按在墙上，动弹不得。可五条悟还在步步逼近，眼看花玉就要被五条悟活活压死，漏狐连忙用一旁的普通人来威胁五条悟停手，但五条悟完全不予理会。下一秒，特级咒灵花玉直接被挤成了血肉。解决完了杂鱼，五条悟又将目标对准了漏狐。漏狐见状吓得连忙拔腿就跑，同时还不断的将路人推向五条悟，想要以此来阻挡对方的脚步。担心五条悟失去耐心，直接开大将所有人都杀死。漏狐大骂杖相，要是再不出手就先杀了你。闻言，杖相只能应付着打出3发血箭，可这对五条悟来说根本没用。此时五条悟也意识到，对方故意将自己引到人多的地方，目的就是防止他发动大范围的术式。虽然无法保证在场所有人的安全，但五条悟有信心将所有的咒灵全都消灭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列车突然驶来，众人见状立马想要上车逃离这里，可当电车开门的那一刻，无数的改造人从车厢里蜂拥而出，而真人也紧随其后，二话不说就对五条悟展开了攻击，但却被无下限术士抵挡。看着这些可恶的咒灵在人群中穿梭，五条悟在此刻终于下定了决心。領域展開無料空想。此次施展领域的时间仅为0.25秒，对于五条悟来说这是一场豪赌，因为他不确定在这段时间内普通人是否能承受。其次就是不知道咒灵们会何时苏醒，所以他必须要在此时间内将所有改造人都杀死。五条悟火力全开，在领域结束后熔断的299秒内，仅依靠体术就将上千个改造人全部屠戮殆尽，但这也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。突然，特级咒具玉门将出现在五条悟的面前，五条悟见状瞬间意识到不妙，然而就在他打算转身撤离时，佐藤久しい。五条悟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之人，当初可是他亲手处决了挚友，虽然他也怀疑这个是假冒的，但那种熟悉的气息却让他感觉无比真切。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和夏油杰在一起的时光。等到五条悟回过神来时，五条悟瞬间被玉门将束缚。然而相比于被封印，五条悟更想知道面前冒充挚友的人究竟是谁。必勝。なんでわかるんだ。当亲眼看着丁奇惨死在自己的面前，这一刻虎杖的内心彻底绝望了。他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，而这正是真人最想看到的结果。下一刻，真人快速地朝着虎杖逼近。被正面命中的虎杖口吐鲜血，整个人倒飞出去数百米之远。然而真人的攻击却并未停止，他拎起奄奄一息的虎杖，不断地砸向地面。可面对真人如狂风暴雨般的攻击，虎杖却没有丝毫想要还手的意思。见此，真人也顿感无趣。可就在他玩够了，准备将虎杖彻底解决时，祇園少女の鐘の声、諸行無常の響きあり、シャラ掃除の花の色、乗車必須のことよりも表す。ただし俺たちを除いてな。危机关头，东堂及时赶到救下了虎杖，然而经历了好友接连的惨死，此刻虎杖已经彻底丧失了斗志，只是蜷缩在地上不停地自责哭泣。看到好兄弟变成这副模样，东堂十分心疼。虽然他很能理解此刻虎杖的心情，但眼下更重要的是重新振作起来，共同打倒敌人。俺たちは呪術師だ。俺とお前と釘崎
ミスターナナミ。あらゆる仲間、俺たち全員で呪術師なんだ。俺たちが生きている限り、死んでいった仲間たちが、真に敗北することはない。在东堂的鼓励下，虎杖的眼中重新有了希望。正如东堂所说的那样，自己现在这副模样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同伴？安慰过好兄弟之后，东堂便准备独自一人面对真人。现在唯有将眼前可恶的咒灵彻底除除，才能告慰死去伙伴们的在天之灵。没有过多废话，东堂迅速和真人战斗在了一起。在不义游戏的加持下，东堂曾一度占据上风，移形换位的身法把真人当成猴子一样耍得团团转。但很快狡猾的真人就想到了应对之策，只要东堂再次换位，就会掉进他的陷阱。一旦让真人再次打出一发黑闪，他的力量就会步入一个全新的境界。然而随着一记清脆的掌声响起，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重新燃起斗志的虎杖。あとは頼みます。一记强有力的黑闪正面命中真人，被命中的真人直直的向后倒飞出去。而接下来迎接他的将会是来自好兄弟的双人快打。很快，第二回合战斗开始，东堂和虎杖轮流向真人发起攻击。在两人默契的配合下，一时间身为特级咒灵的真人竟被打得狼狈逃窜。不过很快真人就意识到，想要重新挽回局面，就必须要先解决掉会移形换位的东堂。于是真人当即释放出一只超大型改造人，想要将两人分隔开来。随后真人果断将目标对准了东堂，本以为能迅速将这个看起来没什么脑子的家伙解决，却不曾想东堂除了肌肉发达，脑子也是十分的灵活，利用灵活的身位一脚将真人踹进了电梯。趁此时机，东堂再次与虎杖会合，两人一同朝着真人逃跑的方向追去。期间，东堂顺手捡起一颗石子交给虎杖，虎杖接过后凝聚全身的力气，猛地将石子扔向真人。电光火石间，东堂再次发动不义游戏，而接下来将会是全剧最吃压力之人的名场面。再びブラザーを一人にする気か、東堂葵。一发强有力的黑闪命中真人的腹部，可这个怪物依旧元气满满，因为只要不是伤及灵魂的攻击都对真人无效。随着战斗进入高潮，此时场上的三人都进入到了最强状态，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无比炸裂。男人只是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前方，下一秒一股强大的杀意便瞬间从他的体内爆发。只因眼前之人正是杀害两位弟弟的罪魁祸首，很快便被杖相一掌打飞出去数十米之远。当虎杖再次起身时，杖相的第二发穿血已在手中准备就绪，被拉开距离的虎杖没有任何反击的能力，稍有失误便很有可能命丧于此。于是虎杖决定冒险掌控杖相的出手时机。下一秒，虎杖猛地跃至空中，而杖相手中的血剑也已蓄势待发。在突然放在口袋里的机械丸发出了提醒，虽然无法破解杖相的赤血操术，但机械丸还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他让虎杖赶紧去一趟厕所。听此，虎杖不敢有丝毫迟疑，于是杖相二话不说便追了上去。可当他来到女厕所时，却发现所有的水管都被破坏。还不等杖相反应过来，虎杖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直接凝聚咒力打出了势大力沉的一拳，但却被杖相及时挡下。反应过来的杖相想要发动赤血操术进行反击，可这隐身肉搏正是虎杖的看家本领，没有丝毫迟疑，虎杖向着杖相爆射而去。两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。可令虎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一想到自己的任务尚未完成，5条老师和同伴们还等待着自己解救，虎杖还是强撑着身体再次摆开架势，即使是豁出性命，他也要尽可能的多拖住杖相一段时间。下一秒，他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，两人的血液竟在地上逐渐融合，这也就说明了虎杖竟然也是和老马随手拔出一根胡萝卜，而萝卜的根部竟然连接着食肉动物的骨头。这惊悚的一幕直接把雷格西吓得连连后退，而老马则趁机狠狠的一脚将他踹飞。要知道雷格西可是能一拳打爆大熊的狠角色，可如今却被一匹马踩在脚下疯狂蹂躏。原来他不是一匹简单的马，而是动物城的野兽之星，在处理食杀案件的同时，还兼顾着保护食草动物安全的责任。为了让野兽之星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城市的安危，所以在他们上任后都有一项特殊的权利。而老马则是选择把犯罪食肉动物的身体当做他胡萝卜的养料，这样既能惩戒罪恶，又能为自己获取源源不断的能量。然而就在最近，他突然打听到曾经为了家庭而背叛自己的巨蟹，竟然还有着一个血脉相连的外孙雷格西，而且他还吃掉了食草动物的一条腿，这让他顿时觉得报复蜥蜴的机会来了。凭借野兽之星的身份，老马很轻松的便邀请雷格西到家里做客。然而当雷格西乘坐电梯上楼后，他直接被老马的豪宅震惊的亚麻呆住了。全方位无死角落地窗足以俯瞰整座城市的夜景，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吃上一顿烛光晚餐，哪怕是一根平平无奇的胡萝卜，雷格西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就在这时，老马告诉他这些胡萝卜的确有些不一样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在大棚里精心培育的。接着老马便带着雷格西去参观了自己的杰作，可当他拔起一根胡萝卜时，却没想到根部之下竟然是食肉动物的尸体。栄養を貪り尽くしたこの人参はさぞかし美味だったろう。逃がさないよ。
老马一脚踩在雷格西的头上，作为野兽之星的他，绝对无法容忍食肉动物在他的地盘上撒野，并表示如果雷格西不想成为养料的话，那就跪在地上向他求饶，或许他能看在巨蜥的份上饶他一条狗命。虽然雷格西心中万般不愿，但为了活命，他也不得不低下头颅。见此一幕，老马也露出了得意的表情，这也算是报了当年蜥蜴背叛他的恶仇。可他却没注意到的是，雷格西在道歉的同时，竟偷偷拔掉自己的獠牙，这样一来，他就能以食草动物的身份教训老马。あなたをぶん殴る資格を得ました。被打飞的老马反而笑了，因为这恰恰印证了自己的猜想。雷格西果然是头控制不住情绪的野兽。然而就在两人准备大打出手时，烟雾警报器突然响起。老马不想让这件事被外人知道，于是便打算先放过雷格西。但在离开时，雷格西还是向老马表示了道歉。其实他刚才的那一拳并不是为了报仇，只是想向老马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。雷格西走后，老马不禁开始对这个小奶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がぜん君が好きになったよ、レゴシ。这个长相奇丑无比的怪物，乃是华夏神话中的魔神蚩尤。古代的帝王要想封王，都必须要先经过他的同意。但传说他生性残暴，以人为食，所以诸侯只能向蚩尤供奉活人为祭品。然而当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，他却只是独自一人前来封禅，并且还拖来了一副棺材。蚩尤看到这位将六国灭掉的秦王后有点意外，因为嬴政看起来不仅十分年轻，而且胆识过人。毕竟之前见过他的人王，全都是一副瑟瑟发抖的模样。随后蚩尤便哈哈大笑地说道：生贄として民を1万人捧げ。要是没有他这一尊神的允许，你这小鬼可没资格治理天下。然而回应蚩尤的只有2个字：在嬴政看来，如果要像你这种吃人的怪物下跪臣服的话，那么朕宁愿去死。所以之前的王都不算是王，因为只有将你彻底干掉，那么嬴政也成为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皇帝。好。而在这场大战中，嬴政成功掌握了一项绝技，这是一种由剑矛铠弩及5大体系所构成的武术。秦始皇将这种武道命名为蚩尤铠式，不但轻易化解了哈迪斯凶猛的攻势，而且还将这股力量反弹给了对方。双叉戟正正地插中了哈迪斯的胸口，这一击直接将哈迪斯轰飞了数百米之远，众们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随后嬴政开口询问究竟是哪里好笑，而哈迪斯则是淡定地表示，嬴政早已被他打进了地面之下。此时嬴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然而正当裁判准备宣布比赛结果时，始皇帝嬴政竟又再一次地站了起来。见此一幕的历代人皇纷纷下跪以示敬意，而起身后的嬴政则是一把扯下了浸满鲜血的眼罩。